诚意不是绰号，是市场盖的章，单人专属店背后的真逻辑。2000亿，这是2025年啊，不对，等我查一下，是预计到2025年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要达到的规模。2000亿人民币。我刚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说实话愣了一下，因为我印象里前2年还在几百亿徘徊。这个增速怎么说呢，已经不是快能形容的了。但今天我想聊的不是这2000亿本身，我想聊一件在这2000亿赛道上特别反常识的事儿。你猜怎么着？爱奇艺和优酷几乎前后脚做了同一个动作，单独为某一位演员开了一家专属店。注意我的用词啊，不是为一部剧，不是为一个 IP， 是为一个人。这事儿表面看就是开店吗？能有多大事？但你往下扒一层，账完全不一样。再往下扒一层，逻辑彻底变了。今天咱们就一层一层的包到第4层，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开店的事儿，这是整个中国娱乐产业转弯的一个信号。行，咱们开始。第1层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表面上特别简单，平台把某位演员演过的所有角色，古装的、现代的、正剧的、悬疑的，所有这些角色对应的周边、卡牌、立牌、徽章、联名款，全部归拢到一家店里，挂在 App 首页显眼位置。以前是怎么卖的呢？以前是跟着剧走，这部剧火了，开个剧集周边店，剧热度过了，店也就慢慢冷了。单人专属店是反过来的，它不跟剧走，它跟人走。剧可以一步步播完，人会一直在。那现在被开店的这位是谁？我就不直接点名了，懂的都懂。粉丝给他起了个外号，诚意。为什么叫诚意？说白了，这个外号不是粉丝自己吹出来的，是数据砸出来的。代言带货，单品破亿是常态，剧集衍生，开仓即清是日常。粉丝那边一开始还笑着叫，后来发现，行吧，是真诚意。我跟你讲，娱乐圈这么多年，能让粉丝用一个经济学单位当外号的，本身就说明问题。这个 level 的商业认证，没法装。好，这是你能看到的，一家店，一个外号，几个亮眼数据。但如果只到这层，那这期视频也不用做了。真正有意思的在下面。第2层，媒体没怎么细讲的商业账。我得说一组数据，这组数据我自己看了好几遍才消化。长安24集这部剧28集里面塞进去了237条广告，总时长2500秒往上，合作品牌40多家，等等等等。我先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啊，不然你听了没感觉。一般 S 加级头部剧集的广告承载，行业里是个什么水平？我不给你具体数字，我直接告诉你结论：237条广告，2500秒时长，40多家品牌同框，这个量级远远高于行业常规。具体高多少？我建议你自己回想一下你最近追的那些大剧，每集插几条中插，合作几家品牌，答案就在那儿。不是愿意来，是抢着来。市场对这位演员的代言报价已经是同段位顶流均价的1.5倍，而且这个价位之上，品牌仍然在排队。我做了这么多年行业观察，其实也没多少年，老观众别笑话我哈，但我跟你讲，溢价仍有买家这6个字，在任何行业都是稀缺信号。股票市场叫长期价值股，地产叫核心地段，娱乐圈叫什么？娱乐圈以前没有名字，因为以前没几个人能撑到这一步。哦对了，还有件事，237条广告塞进28集，口碑没崩。这点特别值得说一句。一般来说，广告密度一上去，弹幕骂声立刻起来。这部剧到现在豆瓣评分、观众口碑、长尾热度3个指标都站得住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观众认人，只要是他演的，能忍这个广告量。这种观众粘性溢价是平台最想要的东西。行，第2层讲完了，但你别急，真正的问题在第3层。第3层，平台为什么偏偏压它？这才是关键。2024年到2025年这2年，能打的男演员真的不少。流量 top 有几个，演技派也有几个，
新生代往上冲的也有几个。为什么单人专属店这张牌，平台先打给了他？我琢磨了挺久，最后总结出3个原因。听完你大概率会同意。第一个原因，角色 IP 化能力。什么叫角色 IP 化能力？简单说就是这个演员演过的角色单拎出来都能成立，不是他演的某某剧火了，而是他演的那个角色我记得住，我想消费，我愿意为这个角色独立买单。这个能力非常稀有，大部分演员演10部戏，观众记得住的角色可能就1、2个。能做到每个主演角色都有独立辨识度，都有独立粉丝群，都有独立周边购买力的，一个手数得过来。第二个原因，抗风险能力。平台开单人专属店是要长期投入的，店面要运营，库存要预测， IP 授权要谈，跨剧打通要做，这是一个3到5年起步的投入。所以平台选人的时候会非常看重一件事，这个人会不会出事。我说的出事不是道德意义上的，是商业意义上的，包括但不限于作品节奏稳不稳定，舆情应对成不成熟，团队配合到不到位，粉丝结构是否健康，跟同行关系是否稳妥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5项全绿灯的演员行业里没几个，这位是其中一个。第3个原因，粉丝结构。这点最容易被外界忽略。平台不只看粉丝多不多，更看粉丝怎么花钱，是冲动消费还是稳定消费，是短期狂热还是长期陪伴，是窝里斗还是一致对外。他的粉丝结构，这个我得查一下具体数据，凭印象说啊，客单价高，复购率高，私翻投诉率低，3高1低是平台的梦中情粉。说到这儿，肯定有人会问，那万一这个演员哪天出问题怎么办？平台压一个人不是太冒险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很正常。我先把这个声音整理一下，网上确实有种说法，说单人专属店模式过度依赖一个明星，是平台病急乱投医，是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。但你听完整再判断啊。迪士尼当年压漫威的时候，深度绑定小罗伯特、唐尼这个钢铁侠，长达10年，票房贡献占漫威总盘子的相当大一块。这是不是压一个人？是。但你说迪士尼蠢吗？不蠢，因为迪士尼算的不是这个人会不会出事，而是这个人在赛道上的稀缺度，是否值得这个风险。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位，他的稀缺度刚好够得上这个判断。而且我要强调一点，这不是演员一个人扛风险的事儿，是平台自己用商业逻辑做的决策。换句话说，平台愿意下这个注，这本身就是对他最硬的一份信用背书。市场不会跟自己的钱开玩笑，懂他的人应该都能 get 到这个意思。第4层，这对整个行业意味着什么？包到这一层，咱们就跳出一个演员、一家店的视角了，看整个行业。我觉得这个模式如果跑通，注意是如果，但概率不低，会触发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流量明星这4个字的定义会被改写。以前我们说流量明星，潜台词是短期高峰，长期速朽。但单人专属店模式告诉你，头部演员可以变成长期资产，不是消耗品，是合伙人。这是个范式转移。第二件事，平台和艺人的分账逻辑会重构。以前演员拿片酬，一次结清，剧播完跟平台就两清了。但单人专属店意味着演员的角色会持续给平台带来现金流，5年、10年都可能。那演员是不是应该参与长尾分成？这个谈判从今年开始一定会发生。我赌1年内会有第1份这样的合同曝光。第3件事，对中小演员的启示。单人专属店这个模式不会普及，金字塔尖的事儿。但它背后的思维，把角色当资产经营，而不是当任务完成，这个思维会下沉到整个行业。以后你会看到越来越多腰部演员开始有意识地选能留下角色的剧本，而不是能曝光的剧本。这是好事，对观众也是好事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不对，回到2000亿。
2000亿的赛道上，平台为什么单独为它开了一家店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因为它不是流量，是资产；不是产品，是品类；不是这一阵子的事儿，是接下来10年的事儿。懂它的人其实早就知道答案了，平台只是替你们把这件事写进了财报里。行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评论区想听你说，你觉得下一个被开专属店的会是谁？我自己心里有2个名字，但我先不说，等你们的答案。下期见。